大家好，我是老盛。最近还是有很多朋友问我们如何更换温控器的电池。我这里找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温控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如何更换温控器的电池。首先呢，我们要确定一下你们家里的温控器是不是需要电池。如果需要，电池是不是可以更换的？如果是可以更换的，那怎么打开盖子找到要更换的电池？现在市面上有的温控器是不需要电池驱动的。第一大类呢，就是有连接 C 线的普通或者 WiFi 或者智能的温控器，它们基本上都是不需要电池供电来控制暖气或空调设备运行的。所以如果你有这类的温控器没有电了，那和电池没有太大关系。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 Nest， 虽然靠它内置的充电电池可以供应一段时间电力来控制暖气和空调的运行，但是如果没有连接 C 线给温控器充电，那它也坚持不了多久。当然了， Nest 内置的电池也是可以更换的，但是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进行探讨。如果有朋友需要，我们会专门做一期视频进行讲解如何更换 Nest 的内置电池。ecobee 的设计是如果没有 C 线，暖气和空调根本就不可能启动。虽然它也有内置的电池，能在一段时间内保存我们的设置，但是它却不像 Nest 内置电池一样强大到可以驱动设备的运转。除了 Nest 和 ecobee， 还有下面这样的温控器，虽然它们不需要电池驱动设备运转，但是它们也需要电池给记忆芯片供电，这样即使电源断电了，里面的一些人为的设定还会保留在记忆里，等到有电了也不用从头再重新设定日期和时间表等。我们这里找了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温控器，给大家演示一下。第一种是充电电池，是执行在电路板上无法更换的，一旦寿命到了无法充电了，那就要换整个温控器，或者每次停电时候重新再进行设置。下面这款 Honeywell 的商业用的 WiFi 温控器，从中间掰开以后可以看到有一个纽扣电池 CR2032， 它是用于存储记忆的，更换直接拔出来就行，正负极的标志也很明显。第二大类就是比较早期的水银模拟式温控器，它们是靠水银的流动来控制温控器开关暖气炉的，所以也不需要电池。除了上面描述的温控器之外，其他温控器基本都需要更换电池了，那就需要我们了解或参考说明书看看如何打开盖子，需要什么样的电池。了解上面事情后，更换电池一般会非常简单。我们一起看看下面准备的常见的这几款温控器是怎么更换电池的吧。第一种是 Simple Comfort 2201，我们可以打开温控器的盖子，看到电路板上有一个小小的电池，这个电池我们是没有办法取下来更换的。第二种 White Rogers 的这款温控器是可以使劲抠下盖板，这样就可以看到两节碱性电池了，更换新电池就可以了。第三种是 Emerson 的，这款温控器是可以把整个显示屏作为一个整体给拔下来，它不像前面两款只是把上面的盖板抠下来，电池在显示屏的背后，更换两节碱性电池即可。第四种，下面这款 White Rogers 的老一点的温控器可以从下方把整个显示屏抠下来，电池也在背面，不过这个电池是9伏的，不是很常见的，更换起来也非常简单。下面这个品牌的温控器不太常见，它是全新的，还没有安装电池，我们也抠开看看，可以看到放电池的凹槽，电池按照正负极安装即可。在下面这一款
是 Honeywell 6000普通可编程的温控器。更换电池的设计是非常经典的。看看右上角的 Press， 我们按下，然后往右拉一下，就可以把电池盒子拉出来。更换电池以后再推回去即可。最后，让我们比较一下它和同款的 WiFi 的这个温控器，从正面看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看看放电池的右上角 WiFi 的是没有电池的，因为它是用 C 线来供电的。最后我们再送大家一个福利，一起看看 Nest 和 Ecobee 的这2款比较经典的温度传感器怎么更换电池吧，看看操作是不是不用说也很简单呢？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题，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会对大家感兴趣的话题必须制作有价值的视频。大家别忘了订阅、点赞和转发，拜拜。